你还好吧？谢谢你让艾比见到宇翔最后一面。我是被你的坚持感染了。其实，如果病人已经救不活了，我会把时间和精神放在还有希望的病患身上，这样至少2个人之中还救得了其中一个。但我这么做，却忽略了家属的心情。自己至亲的人走了，他们是最伤心的。最遗憾的是，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。谢谢你，文茜，谢谢你让我体会到这一点。我只是觉得，让家属能听到患者的遗言，至少让走的人安心，活着的人也能得到活下去的勇气。这也许是我们医务人员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吧。事后我们每次见面，气氛总是很沉重。你是医生，我是救护员吗？对啊，怪不得我们每次在这里见面。是啊。下次我们换个地方见面吧。周末有个钢琴演奏会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我们可以先去吃晚餐。我知道一间很不错的意大利餐厅。不了，我回消防局了。怎么，还在想宇翔和艾比的事啊？我记得友华提过，他曾经送一名垂危的伤者入院。那名伤者无法活命，就在救护车上对妻子说出了遗言。听了之后，觉得很感动。现在亲眼目睹，感受可说是更深刻了。本来应该结婚。就立刻生离死别，这样的命运太残酷了。宇翔知道自己活不了，还希望艾比找到爱他的人。他对艾比的爱实在太伟大了，换成是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。如果有一天我比友华先走，玲姐，我是说如果是我先走。我想我会像宇翔一样，希望另一半找到幸福。其实，活着的人
会比离开的人更痛苦。但是，如果让活着的人背着伤痛过日子，让他一辈子只记得你，那未免太自私了。真正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希望他幸福、开心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哎，文翰，把药还给阿妈，阿妈有糖尿病要吃药的，来还给我。哎呦，你不要跑上跑下会跌倒的，文翰。哎呦，好是你啦。好什么？我在睡觉了呀，妈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起来就好，看着文翰，我去冲个凉啊。阿妈，不是告诉你不要把小猴子带回来了吗？你才是猴子啊！整天睡觉，大懒猴，大懒猴，大懒猴，俺必须跑我。大懒猴，哦！救命啊！家里有大懒猴啊！救命啊！家里有大懒猴，家里有大懒猴，家里放开！快救我啊！大懒猴抓住我啊！放开我！大懒猴！驾！大懒猴！救命啊！外面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大懒猴！大懒猴！大懒猴！放开我！文翰，姐姐帮你松绑啊，你别乱动了啊！来，我看看，不痛吗？不痛。哎，你为什么那么做？干嘛？为什么把他绑起来？这样会弄疼他的手的。他一来就闹个不停，还拿我的MP出去玩。他是你弟弟，再怎么闹，你也不应该把他绑起来啊！我不认他这个弟弟。你越说越过分了。吵什么？阿妈，一回来就吵，不回来更好。听到了没有啊？吵死人了！阿妈，给钱。昨天才给了你100块钱，现在又要钱。阿妈，昨天要吃饭，今天也要吃饭，对吧？你都几岁了，还要跟阿妈要钱？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？要就有啊！你看我穿这样子，谁会请我？买衣服、买鞋子要钱呐。给你你会？给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啰嗦什么？啰嗦啊！哎，谢谢阿妈。文松，哎呀，由他去啦。阿妈，你这样太宠他，你耳朵聋啊？没有听到他说话吗？你弟弟需要钱买衣服、找工作做，你死的还不会去煮饭，你饿死不要紧，我跟文翰还要吃的。叫一样就做一样。哎，打电话给鸡蛋嫂。鸡蛋嫂来啦，3缺1很辛苦的嘞。阿妈陪我玩。文翰，你自己去玩，阿妈听电话，去玩，乖。不要，我要阿妈陪我玩。那，去玩。哎，乖啊。哎，鸡蛋嫂啊。哦，就是咯。迟回去煮饭。哎呀，你老公饿不死的啦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切，怕老公？我才不相信你怕老公啊！哎呀，你不要说来打麻将，说来聊天不就可以了吗？什么？阿妈，救命！我要进去。文翰，别怕，有姐姐在。先把嘴巴张开。现在呢，就用嘴巴呼吸，别用鼻子，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来，现在呢，就用鼻子吹气，像姐姐这样，知道吗？1、2、3，出力一点，再来，1、2、3。
我有事，让我看住他。哎呀，你要死去哪里？文翰，放心放心，姐姐会把他挖出来的。不要抢，哎，放心放心，来，文翰，乖，小心，别乱动啊！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姐姐现在就帮你把花生拿出来好吗？你别乱动，阿嬷，你帮我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啊！拿出来啦！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刚才我心跳的要死啊！来，阿嬷坐吧。哎呀，都是你这个害人精啊！你想害死你弟弟啊？干嘛无端端的给他花生玩啊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阿妈，花生是你给我玩的嘞，害人精，害人精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文翰还小，叫你看紧他，一回来了就不见人影。哼，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啊？看到你啊，我就满肚子气。阿妈，哎呀，喜欢鸡蛋对吗？你又我怎么了？请你吃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耶，阿妈喜欢吃我鸡蛋。妈妈，快买啊！不用你这么好心啊，也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教孩子的，这么顽皮捣蛋。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啊！一看到你就倒霉，还不收拾干净，走啦！姐姐，你为什么不骂我？我为什么要骂你啊？对，每个人都骂我啊！哦，捣蛋鬼，小猴子。来，对，你不是捣蛋鬼，也不是小猴子，知道吗？鼻子疼不疼啊？那就好了。姐姐，你是好人，为什么巫婆每次骂你？谁是巫婆啊？阿嬷咯。文翰，不可以对阿嬷这样没礼貌。我和文松哥哥都是阿嬷辛辛苦苦带大的，没有阿嬷就没有我和文松哥哥了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你刚才那样对阿嬷是不对的，下次不可以啦。姐姐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为什么这么问啊？阿嬷跟文松哥哥每次对你不好，你应该找一个对你好的人哦。你对我好啊。我太小了，不能保护你。你应该找一个男朋友。你呀，人小鬼大乱说话。姐姐，你快点去找个男朋友，你被欺负的时候，他就会飞过来保护你喽。妈咪早，哎，早。爸呢？哦，昨晚半夜接到一通电话，需要赶回医院做紧急手术，还没回来。哦。发什么呆呀？还没睡醒啊？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。哇，我们知识渊博的 Dr. C 也有想不通的事啊。告诉我啊，让我这个军师帮你。说嘛，说嘛。如果一个男人约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会儿，才拒绝这个男人，那代表什么？那就代表这个男人魅力不够。哎呀，惨啦！那些单恋、暗恋、爱死你的女医生、女护士、女病人一定哭惨了，因为 Dr. C 有喜欢的人嘛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我认识的吗？我知道，是急诊室的 Fiona， 不是，是那个很火辣的麻醉师。都不是，不要再猜了。反正敢拒绝你的那个女生，品味一定很差，眼光很不好。不要这么说人家，她很温柔、懂事、心地善良、顾家。你在形容我啊？那么完美。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啊，第一次看到你那么没信心。谁没信心啦？喏，没信心追他喜欢的人。啊？你想追谁啊？我认不认识的？哎呀，算了啦，他都没勇气追那个女生。谁说我没勇气？我只是被她拒绝罢了。没关系，妈教你几招。送花吧，
送花一定行。送花太老土了吧？怎么会？很浪漫的啊。是啊，你爸以前也是常送花给我的。原来爸这么浪漫。你刚才不是说老土吗？现在变成浪漫了。爸送的不一样嘛。除了送花，还可以写情书的。爸有写过情书给你啊？没有，是我写给他。原来是妈主动的。你也知道你爸的性格啊，又不苟言笑，又沉默寡言，我当然采取主动啊。他有回信给你吗？没有啦，我写了好几封信，他都没回。很符合爸的性格。那后来怎么样？我干脆跑到他家，当面约他喽。你好勇敢呢。当然啦，哎，那天你爸的表情可好笑呢。所以说，不是每天都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但是一旦遇上了呢，就不能轻言放弃，知道吗？知道嘛。你打得很爽妈咪，他欺负我。回来啦，过来吃早餐。爸，爸，为什么还不去拿车子啊？我最近有点忙。再忙也要抽空去拿吧。明天就去。哦，知道了。先吃点粥吧，熬了整夜。好。回到家就应该好好休息，不要老是想着工作的事。我只是在看一些报告。雪梨顿南北性。是啊，最近你常常熬夜，这汤能够清热润肺，你要多喝点。你和出国的事你跟他提过了吗？嗯。他怎么说？我们不要再左右孩子们的决定了，不要老是帮他们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的。你到底想说些什么？那浩然喜欢当救护员，你就让他去当好了。而泽明喜欢骑摩托车，你干嘛要买车给他呢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我买辆车给他有什么不对了？你这么做就是无形中在控制着他们，要他们服从你每一个决定。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为自己着想。孩子们都大了，你就让他们自己去尝试，自己去判断。我们做父母的只能从旁支持他们。万一他们失败了怎么办？失败了不就重新再来过吗？你说的很容易，算了。女儿读书的事情我自己跟她谈，再拖下去的话就耽误她前途了。嘿，Uncle Jack 早，Uncle Jack，我把你的车洗好了。搞不到三高，洗50辆车也没用的。Uncle Jack，我对娜娜是认真的，你就给我多一次机会 ，please。Uncle Jack，please。Uncle Jack，please。哎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能够通过3好的测试，我会考虑让你追娜娜。3好，哎，长相好，我还蛮帅的嘛。是脾气好，头脑好，体能好。敢不敢接受挑战？敢。好，第一个。OK， 第二关，头脑要好。猜个字，人人都会念错，是什么字？哎呀，这题很难。哎呀，答案是什么？猜不到啊，垃圾。答案是错字。小文走路脚从来不沾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穿着鞋子。第3关体能好，做10次的伏地挺身。啊，10次啊，太难了。太容易了，不要说是10次、20次、30次都没问题。嘿，单手啊，哈。OK， 好，准备好，1、
放弃了。我一定。哎呀，不行就不行，不能勉强的。娜娜，平时你是最早的嘛，今天那么晚，家里有点事。喂，阿嬷，叫你看住文翰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我要上班了，我已经叫醒文松，叫他看住文翰了。叫你做的事你就推给别人，今晚饭屋给我早点回来。文倩，谁打来的？文倩，有人送你花。哇，谁送的？文倩，希望你喜欢。泽明，男朋友啊？哎，你猜是谁送的？像文倩这样温柔，就会有人送花；像你这么八卦，就自己送自己。自己送自己的人是你吧？看你这个样子，又是过不了个监那一关吧？Brother， 要从 A 到 C 不一定要通过 B 的，你可以直接到 C 的，懂吗？什么 A 到 C？ 追女孩子不一定要通过岳父政策的，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换。岳母政策？娜娜的妈妈都不在了。我是说，直接向娜娜展开攻势。第一招，鲜花攻势。很好哈，有男朋友送花给你。浩然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你要告诉我是谁送的，是吧？谁呀？送花给我的人是你的男朋友。我的男朋友？你的医生男朋友。什么医生男朋友啊 ？Dr. C。他还约过我出去。他还约过你？可是我没有答应他。浩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还说没事。如果你难过的话，可以哭出来的。我真的没事。你先告诉我，你觉得 Dr. C 怎么样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。他人是不错，我一直觉得他很成熟稳重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么花心，居然想要一脚踏两船。对了，没想到他是爱情骗子，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人。不要太难过，我要跟他分手。哎，你不要冲动哦。如果我跟他分手，你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会有根刺，不知道怎么去信任他。而且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不想让你伤心啊。喂，你笑什么？小姐，施浩然、施泽明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乱伦呐。我真笨啊！我怎么没有想到你们是兄妹？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哥要追的人是你呀！觉得他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？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他成熟稳重，还不错嘛。不说了啦，哎，告诉我，知道了，不说了，你告诉我可以帮你啊。
大家有问题吗？没有的话就来试试。娜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放心，我 kiss 你一下，你就会没事了。玩够了没有？Down 20。Yes, madam. One。你们觉得很好笑吗？我们是救护员，一旦出去救人，就是分秒必争，性命攸关的事。你这种开玩笑的态度，能承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？我希望大家会认真点 ，Understand? Yes, ma'am. Permission to recover, ma'am. Recover. Thank you, ma'am. 他干嘛那么凶啊？唉，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太不认真了。其实尼莫是好玩了一点，不过他挺善良的。我知道。文倩她很细心，懂得安慰人。浩然虽然好管闲事，不过蛮有干劲的。他们俩的确是有潜质。有了他们，我可以安心放假了。你请假了？那倒是，有适当的休息才能走更长的路。我已经辞职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都做了那么多年，是时候走了。你想清楚了？我也舍不得这个地方，不过考虑了很久，还是觉得我应该走。难怪你刚才对他们这么严厉。以后就要麻烦你看住这些新人，让他们成长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美英姐的精神传授下去。以后要常回来看我们的。都是你逼走了美英。喂，你要走，不会真的是因为我吧？你说呢？不是吧？我跟你同事那么多年，你都知道我这个人的。那上次我说你有特权，也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才没放在心上。那你放心，我又不是昨天才认识你，也不会因为你一句话放弃我的理想。真的？哇，还好不是因为我啊，要不然上头啊就请我上去喝咖啡，问我为什么逼走你啊。我走以后，这里就要靠你了。不过说真的啊，那些菜鸟真的还很嫩啊，救护队还需要你的。没办法，我家庭更需要我。那好吧，我们跟你办一个欢送会。别太铺张。你去跟尼姆说。为什么？办欢送会啊，一定要交给搞笑大王尼姆负责嘛。啊？嗯哼。救护车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浩西，你醒醒啊！浩西，来了来了，啊，是你啊！他有受伤吗？撞到头？没有。你们救他上来多久了？2到3分钟了吧？Uncle Jack，毛毯。他的衣服呢？给我吧。他到底怎么样了？水进入肺部，呼吸道肿胀。他不会死吧？现在怕了？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。老人救人就救人了，废话那么多。对哦，那么啰嗦，欠揍啊！律师。他不会有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就喝酒聊天啦。谁知道他喝嗨了，自己跑去游泳。你们喝醉了酒去游泳，你知道多么危险吗？你们是不是嗑药？关你屁事啊！不关我的事，关你姐姐的事。你们是不是嗑药？没有，我说没有啊，听到了吗？
喂，你认识他姐姐？是啊，你也认识的。他是你好朋友。文倩，他是文倩的弟弟。我去填报告，你这里可以吗 ？OK。什么情况？哦，病人他在工作的时候伤到了腹部。你申请调职算了。不，我一定可以的。我。哎。姐，我上个厕所，等我一下。好。你这个拍档似乎干得不错。还可以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他那么出名啊？他上次为了抢救一名婴儿，弄到自己脏兮兮的来到医院，想不出名都难。他就是这么冲动。这叫对工作有热忱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。希望他的热忱可以持续下去吧。不容易啊，我们的职业跟你们的很相似，工作辛苦，要时常面对生离死别。我听人家说，一旦适应，就会对生死没有感觉。那时候就应该走了。你适应了吗？还没，不过有些时候我抢救不了病人，我还是会难过的。那恭喜你，你还没有麻木不仁。对了，美英的欢送会你会去吧？什么欢送会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辞职了。为什么？你跟他这么熟，你自己问他吧。来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先生，听到我说话吗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叫医生来。老公，你醒醒啊！你有没有想我啊，老公？ 1、2、3，这里由我来计算。医生，你要救救我老公！没听见。他突然昏迷，没有脉搏，我进行2分钟的气泡。小姐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别那么说，你放心吧。 他前天在家曾经晕倒过，醒来后说话就不清楚，今天又……医生说，如果他心血管阻塞严重的话，还会替他动心脏绕道手术。心脏绕道手术？你刚才说你先生醒来后说话不清楚，还有哪些症状吗？好像还觉得头晕，全身没力，站也站不稳。 给我1分钟，马上过来。好的。罗先生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，你刚才做的不错。出国念书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？要就快点，别再拖延了。我不打算出国。那你为什么来找我？我听说罗先生被安排做心脏绕道手术。 我刚才和罗太太聊过了，我怀疑罗先生有脑梗塞的迹象。如果做绕道手术，风险会很高。你是怀疑我们医生的判断，还是要挑战我们的专业？我只是想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。如果5年前你听我的话，今天你还可以站在这里和我讨论。可是你现在没有这个资格。爸，这就是医生跟救护员的不同。爸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医院里的人知道你是我女儿。 哦，原来你不是说1分钟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 他爸爸说呢，不想让人家知道啊，她是他的女儿。
难怪啊，浩然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，施教授就是他的爸爸。他出身医生世家，干嘛跑来当救护员呢？这很奇怪哦。这是浩然的私事，你干嘛那么八卦？难道你们不想知道咩？啊？说过了没有？闭嘴啊！我告诉你吧，我父亲是医生，我哥也是医生，我母亲是中医师，我是出身医生世家。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够当医生，但是我不想接受他的安排，因为我想当救护员。他不肯接受我的决定，所以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他的女儿就是救护员。就这样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你没有问题，我有问题。救护员很差吗？你很委屈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就吃你的饭。哦。浩然，明姐，你是吧？我是不是很傻？为了一份工作，搞到我和我爸的关系那么僵。你是坚持自己的理想，那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。我很佩服你这么做，不像我选择了退缩。你是为了照顾好家庭才辞职的，这叫负责任，不是退缩。怎么说都好，我还是选择了放弃我10几年的工作。明姐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。怎么可能？你还记得我来报道的第一天，你救了一名孕妇？你不说，我还真的忘了。那天你一到现场，临危不乱把情况控制得很好，我很佩服你的专业能力，更坚定了我想当救护员的理想。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像你一样。谢谢你，你要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。我很有信心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救护员。你不用夸我了，我知道我差得远。我是说真的，那一天我看到情况那么混乱，你却还是很冷静，就觉得你很有潜质。如果连我都不冷静，患者会更惊慌的。这就是救护员重要的素质之一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更要不断的学习。可惜你以后不在救护队了。还有大山的义训呢，虽然一个喜欢倚老卖老，另一个又比较吊儿郎当，不过他们都很资深，有很丰富的救护经验，你可以向他们学习的。每天都有意外发生，可是我们救护队又不见得有足够的人手去应对。每次遇上抢救不及的情况，我就很难过。所以你不能放弃，要坚持下去。救护队很需要你和文茜这种有理想、有热忱的生力军，知道吗？哇，新车啊！哎，你的同事呢？说谁啊？你的好朋友了。哦，文茜啊。嗯。走了。走了？去帕托了吧？帕托？跟谁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早上有个人送一大束花给他，应该跟他出去了吧？你知道了？你不是说送花很老土吗？一送就送一大束。我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你的约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脚踏两船哦。我哪有？有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我就是你另外一条船呐。啊，我真糊涂。都是你的。对我客气一点，要不然我不会帮你说话的。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？那当然，文茜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说的一句话比你送10束花更有用。哎，什么时候喜欢上文茜的？真多事了。
这是妹妹关心哥哥啊。比较像是想趁火打劫吧。请我吃顿饭，我帮你啊。就知道。很好，没什么事。不过还是要注意饮食啊。好，继续做点运动吧。OK。林伯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到处找你。我没有病，我很壮，不用看医生。我不是看病，我是要看你有多壮。林伯，干嘛今天这么开心？中马票啊？比中马票还好啊！今天我儿子会来看我啊。是吗？我常听你提起他，我从来没见过他。哦，他工作忙嘛。哎呦，你那个不孝子，平时都不来，久久来一次，就骗你把房子卖了。不然就要你签名拿政府给你个红包。哦，不会的，我儿子对我说啊，他要带我去新家住啊。算了吧，他卖了房子拿到钱，还会出现啊，才怪呢。哎，儿子，你来了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新家住，对吗？爸，不是太好吧？为什么？你住在这里不是很好吗？有很多朋友陪你一起吃、一起玩啊。我要住新家，我要看我的孙啊。爸，要听话，这里是好的。年轻人，做人应该懂得知恩图报，不要等到有一天子欲养亲不在的时候才来后悔。不是买很多东西给他就行的。我老人家没有什么冤枉，只希望一家团聚，陪陪子孙，这样你也忍心拒绝他？儿子，来帮我剪头发。他是我儿子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我是你儿子，我也是你儿子，我是你们大家的儿子。爸，你的风湿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的膏药布很好啊，还有没有啊？我今天没买，我改天买了之后我就带过来给你。哦，好了，去吃饭吧，我待会儿过去。好。吃饭。吃饭好。我自己煮的凉茶，来。你刚才教训我，会不会在里面加料？刚才的事真不好意思。开玩笑的。你怎么都叫他们爸爸？他们的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记忆也不怎么好，我让他们开心一下，没什么损失啊。像你这么有爱心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。对了，我刚才看到你帮他们把脉，你是中医师吗？我常来这里义诊，你呢？你常来吗？我的工作是轮班制的，所以时间很不固定。不过我也有空我就会来的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儿子，我大便了，快来帮我擦屁股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过去了。爸，很臭啊。一迅。那一年，冷冷的讲堂里面，看着你，你微笑让我深深